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今集呢，就同大家分析下中國黃金周嘅密碼喎。昨天晚上呢，我睇到一張十分有趣嘅圖喎，令我相信呢，歷史係會重演嘅，並可能會簡單地重複添。究竟張圖俾咗個咩啟示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0點1期嘅金銀週報。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9月30號星期一晚上出席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嘅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年會上表示，近期減息0.5厘呢，不應被解讀為未來行動將採取同樣激進嘅方式，直言呢係冇既定嘅路線，並指最終將以即將公佈嘅數據為指引。如果經濟放緩程度超出預期呢，可以更快降息。至於經濟會否實現軟着陸呢？鮑威爾表示呢，任務尚未完成喎，暗示呢，佢係唔肯定嘅。佢又重申，但已朝住呢這一目標取得更大嘅進展，但勞動力才是關鍵嘅焦點喎。認為就業市場可能呢比 GDP 數據更能反映即時嘅情況，咁樣呢，希望就業市場呢不再走遠。亦不認為就業市場需要進一步降溫，才能讓通脹達到2% 嘅目標。如果放緩程度不及預期嘅話呢，咁樣可能更慢嘅行動㗎啦。佢預計今年將減息2次，合共0.5厘。根據我嘅經驗金價喺呢個禮拜初就應該走低嘅，然後喺幾日後從低點就走高嘅。究竟點解呢？受到中國黃金週嘅影響，中國實體嘅需求缺乏，令到交易對價格產生更大嘅影響。左圖顯示，請注意呢個禮拜有相似之處喎。喺中國黃金週，黃金都係先跌後升嘅。2024年黃金週交易會否出現類似嘅模式呢？似乎同樣我哋都有一個令人沮喪嘅開始喎。當然，仲有好多懸而未決嘅新聞可能會隨着本週進展而扭轉局勢嘅。禮拜二，美國製造業 PMI 同埋就業報告 JOLTS。禮拜三 ADP 就業嘅報告。禮拜四，美國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禮拜五，美國最新就業報告同埋失業率。因此，我認為有理由相信黃金同白銀嘅價格交易低點可能喺週中出現。而到下個禮拜情況就可能會同另一個新嘅本週嘅高點完全不同。跟住就同大家睇下過去一個星期經濟數據嘅變動啦。禮拜二 JOLTS 數據優於預期喎。8月數據顯示職位空缺為804萬。供應協會禮拜二表示，其製造業 PMI 數據為47.2%，預期為47.5%。呢個係連續第6個月低於50% 嘅，表示呢個經濟活動持續收縮。禮拜三俗稱小飛龍嘅美國 ADP 私人企業就業職位喺9月增加咗143000個，遠高於市場預期12萬個喎，亦都係小飛龍就業職位增幅連續5個月減少後首次反彈。美國商務部禮拜四表示，繼上個月強勁增長之後8月份製成品訂單下降0.2%，呢個係過去4個月嚟訂單第3次下降㗎啦。聯儲局正在密切關注嘅勞動力數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禮拜五公佈啦，9月份勞動市場新增職業人數為254000人，高於經濟學家預期嘅15萬人喎。失業率亦降至4.1%。總而言之，該報告顯示勞動力市場仍然強勁。最近一個星期由於經濟數據好壞參半，股市黃金白銀變動不大，美匯指數升1.07。報102.48，道指升39點，報42352點；標指升13點，報5751點；納指升18點，報18137點；黃金跌4美元，報2654美元；白銀升0.54美元，報32.26美元。上星期我講過啦，最樂觀嘅結果就係黃金呢個禮拜價格收喺2650美元以上，咁樣估計黃金後市仍然向好嘅。
根據 YouTube 嘅統計呢，上星期《金銀週報》截至10月2號呢，非重複觀看約有12100人，而非訂閱人呢為 49.7%， 即係呢6014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呢，請大家鬆手啲，請你訂閱，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咁白銀呢難以利用上星期嘅積極走勢，並喺禮拜三亞洲時段呢嘅窄幅交易區間內震盪，低於31.3美元。與此同時呢，白銀呢仍接近禮拜一觸及嘅低點。儘管呢種設置呢有利於睇升嘅交易者，並支持呢從9月波動低點恢復上升趨勢嘅前景，目前白銀輕鬆保持喺技術上重要嘅100日同埋200日嘅移動平均線上方。再加上近期突破短期下降趨勢線嘅阻力，同埋日線圖上嘅正震盪嘅指標，證實咗有積極嘅前景。因此，通往32美元嘅大關途中呢，向31.8美元嘅區域持續走強。睇起嚟呢，呢個係一種明顯嘅可能性。如果白銀持續走強呢，可能會推動突破32.25美元嘅中間嘅關口，挑戰上個禮拜觸及嘅32.7美元附近嘅多年嘅高點。另一方面，31美元嘅整數現在似乎係30.9至30.85美元區域或一周低點之前嘅直接支撐，隨後嘅下跌呢，有可能呢將進一步拖向30.25美元嘅支持區域。接住落嚟呢，30美元呢係重要嘅心理關口，同埋29.8至29.65美元附近呢嘅100日移動平均線嘅重大嘅支持。高盛喺禮拜一呢，將2025年初嘅金價預測呢，從先前嘅2700美元上調至2900美元。理由呢有兩個主要嘅原因嘅。首先，佢哋預計西方國家同埋中國短期利率將更快下降。並補充說，黃金市場呢尚未完全反映以實物黃金支撐嘅西方 ETF 持有量嘅利率上升。呢種嘅上升呢，往往係漸進嘅。其次，新興市場央行喺倫敦外嘅交易 OTC 市場咧持續強勁嘅購買，預計咧將繼續推動從2022年開始嘅黃金嘅上漲。另有分析指，黃金咧一向被視為對沖地緣政治風險同埋經濟不確定性嘅傳統對沖工具，加上近年全球多地嘅央行積極推動呢個儲備多元化，增持呢個黃金儲備，而中國等黃金消費國咧需求維持旺盛，都係支持黃金上升嘅原因。此外，美國啟動減息週期，利率同埋持有成本咧都下降，亦都係支持金價上揚嘅原因。投行普遍對金價展望咧持樂觀嘅態度。麥格里、花旗同埋呢個美銀咧均預測明年金價咧有望挑戰3000美元大關。我成日講股災會發生，從歷史上睇咧，黃金喺每次危機之後咧都有顯著良好嘅表現。左圖顯示咗1970年代中期以嚟咧標指嘅9次最大嘅股災。綠色箭嘴咧表示金價喺市場崩盤期間咧上升嘅。當呢個股災發生時咧，黃金往往咧會保值，甚至咧增加你嘅財富。從歷史嚟睇，喺經濟不確定同埋市場波動時期咧，黃金一直係避險嘅資產嚟嘅。好似1973年至1974年石油危機，喺長達23個月嘅熊市中，標指咧就下跌咗48%，但金價咧卻飆升咗73%。喺呢個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單日暴跌22.6%，而金價咧喺接住落嚟一個禮拜咧卻上漲咗4.6%。2000年至2002年科網泡沫爆破，喺呢個期間咧標指咧就下跌咗49%，而黃金價格咧就上升咗12.4%。到2008年金融危機啦，雖然標指咧就下跌咗38.5%，但黃金咧卻喺2008年上漲咗5.5%。更令人咧印象深刻就係從呢個2007年到2009年咧，隨住危機嘅展開，黃金價格咧飆升咗25.5%，隨後咧黃金白銀咧更進入呢個大牛市添。尋晚咧我睇到呢張有趣嘅圖，圖中左邊咧係道指喺2008年股災前後嘅時間，道指喺1997年咧約為7000點，到2000年咧就升至10940點啦。
喺呢個2002年呢就跌至7600點，再喺2008年呢就升至13264點喎。跟住呢就股災發生，到2009年呢就跌至7062點，從2008年嘅高位呢就下跌咗49.29%。圖中右邊呢係道指喺2024年可能股災發生嘅前後時間，道指喺2020年呢約為21,917點，到2021年呢就升至36,400點啦。跟住喺2022年呢就跌至28,700點，到目前呢2024年就升至42,352點。圖中左右兩邊呢係十分相似嘅。大家睇過呢個圖之後呢，請留言呢講下你嘅想法喎。我相信呢歷史係會重演嘅。如果股災喺2025年發生嘅話呢，有可能同樣下跌49%喎。到時道指呢將跌至20,047點啫。我多次講過啦，經濟衰退同埋股災呢好快會發生噶啦。到時黃金白銀呢會短暫下跌，之後呢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白銀呢亦都會升至$100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喎，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近呢流行請飲咖啡喎，香港嘅朋友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呢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俾個點讚我，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